大家好啊，我是尤布。今天我们讲一下颓废青年走在厌世的边缘。城市啊，真的可以让他喵的生活更美好吗？每一天，人像货物一样被从这个点运到那个点。每当我坐上公交车，我就想起快递小哥。小哥把商品从这里送到那里，而公交车也是把人从这里送到那里。一车厢货，一车厢人，熙熙攘攘，来来往往。此时，你要我说城市是什么？城市给我的感觉就是一切都可以被物化，哪怕是人。人活在城市里啊，是没有自由的。在城市里，人的一切都受到束缚。城市看上去井然有序，看上去繁华无比，看上去拥有一切，但唯独少了点人味儿。可是这又很矛盾，城市明明到处是人，怎么会没有人味儿呢？我不知道这个问题，如果谁可以解答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给我。以前老一辈没钱的时候啊，可以拼搏，因为拼搏就有希望，就可以有上升的通道。可是现在这个社会啊，很多人都不想努力了，因为努力没有用。以前呢，会拼命读书，以为985、211出来以后就牛叉了，其实不一定。工作后才知道，你其实就是一个工具。进入大公司没多久就开始面对人际关系，上级的小鞋。如果只有技术和学历而没有情商的话，真的会很麻烦。到了公司，上班一定要准时打卡。你可以提前上班，但是你却不可以提前下班，这就很搞笑。还有许多公司会把劳动法上明确规定的东西当作福利，好像公司比政府还牛叉。法律落不落实，政府说了不算，公司说了才算。幸亏我读过书，要不然我还以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是我的公司呢。五险一金是福利，双休是福利，加班给你加班费还是他喵的福利。好像这些本该拥有的东西成了公司施舍给你的。更过分的是，有些还被说成是隐性福利。一开始你被这种隐性福利吸引了，上了1个月班才知道啊，这隐性福利是什么？居然是他喵的带薪上厕所。唉，城市啊是虚伪的，你看不见它的真面目。它摆着巨大的标语说欢迎你的到来，但最后却没有几个人留下。它印着红色的大字说城市是我家，但最后多数人都没有拿到回家的钥匙。它到处建高楼建大厦，随便拿出一个格子间压在你的身上，都会压得你喘不动气。然后他会笑着对你说，奔涌吧，后浪，我们在同一条奔涌的河流。吔屎啊你！你是来拉屎的吧？唉，以为创业很容易，试一试就发现，面对的是各种资金比你大、渠道比你强的彻底碾压。10年前，高学历是蓝海。当你知道这个重要以后，你去苦读，结果读出来以后，社会变了。现在高学历的人多了，变成了红海。除了比学历，加上了比关系、比努力、比996，再加上情商，你要是敢缺一个，大把的人等着被海选。创业比啥？比渠道，比人脉、资金、上游下游、前瞻性、风控能力，对政策的敏感，
你要是敢缺一个，被碾压你没问题。过去总是说啊，好男儿志在四方，那真的是过去式了。现在想当好男儿，你得先有一套房，要不然你都不会有丈母娘。而有了房之后，假如你哪天醒来没有得到老家被拆迁的消息，或者走在路边随手买个彩票中了500万，那大概率你这一辈子就被拴在这个破房子上了，你的幻想，你的流浪都没了。你还志在四方，你还想诗和远方，你放个星星啊，你只能努力吃饭，把自己胖得四四方方。唉，那么如果上升的通道都被堵死了，那么就只能压缩欲望，降低消费，变得整日颓废吗？其实有些时候我不太理解啊，很多2、3线城市不用996，房价也没有那么贵，为啥非要哭着喊着去北上广深扎堆呢？心甘情愿的去了，然后喊内卷，喊了也没有用，卷的就是你啊，不卷你卷谁？那里是红海，别埋怨，去了就得打仗。你如果说是因为那边机会多，是的，你说的没错，那边机会确实多，但问题是你得看清楚这些机会是不是你的。我们需要掂量一下自己的资金、学历、渠道、人脉、情商有没有跟人拼的能力。没有的话，就说明你的路走错了。待在那些地方，买不起房，跟一堆精英去干，还不是本地人，也没有任何优势，就每天刷着各种视频、各种秀，幻想着天上掉馅饼，天上没有馅饼，于是就开始颓废了。社会是不可能让你人均保时捷的，你只会在上升的路上遇到无数的架着机枪的阵地。当然，如果你在北上广深能拼得过很多人，那么你就留在红海里拼命，留下来就是正确。如果你掂量一下拼不过，那么你就往降维的思路去走，回去建设家乡，用大城市的资源和你家乡的人脉，那里是相对的蓝海。如果还是不行，那么就去贫困县，那里才是真正的蓝海。如果在大城市里拼不过别人，又不愿意回去，每天在出租屋里面吃着泡面抱怨，这就真的有点像精神分裂了。买不起北上广深是正常的，我们要认清形势，放弃幻想，丢掉希望，踏踏实实的活着。年轻人也是人，人对生活的要求从来没有那么复杂，没有人会永远加班，但永远会有人加班。好的，谢谢大家，我是优步。